防野保护协会同台湾开放水域联盟，讨台北市士林区嘅松海河江下畔内按到松海眼镜嘅活动，希望大帮调查水况实物，同参加活动嘅人观察到嘅水质变化，希望政府爱从事河坝污染。另外，咪希望政府爱从事开放水域嘅议题，用培养水上活动嘅优良来推总系5本人落去。好广大民众认真搞水，日本水浸多系野摆嘅活动，另外一个目的。故所加到最终调查松海嘅河坝实物，未带民众爱考虑到安全，强松搞水，希望对太阳设置搞水防疫嘅小生，本政府啲爱用正面嘅态度来面对开放水域嘅议题。邱一華同杜燕仔嘅報道。松海眼镜不同嘅第二日，以下子供先生去到滨海橋嘅橋底下集合。一定4年嘅行體又濕又白嘅河壩巷，今年行對水稻渡去，我去到前一日用下工河嘅蔬菜。这都是台湾的原生种的溪。那后面都是无锅鱼，因为台湾原生种它环境的需求很高啊，你污染了，它就生存不下去了。那无锅鱼啦它是经济价值，它存活率，它的环境要求不会很，所以你污染的很严重，它一样可以存活。所以到后排啦大部分都是无锅鱼。就是去年有抓到过了。那时候继续选8.1，14.5啦。防野保護協會係山族嘅職工，將前一日將下去嘅下工河輸送來以後，就將熟悉到嘅5個下工攞下一道，公開來記錄見呢有一太雜嘅有一道嘅。雍熙大哥一直在推广这个活动，就是要让整个双溪河啦让大家都可以亲近，都可以玩水。对啊，我们有4个点，我们这个很原始，第2个点也是很原始，第3个点和第4个点，你就知道那种水质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水质的不一样。石冰8公分，8公分。沙丁今年又行對下節去繼續熟悉松海水稻嘅生活。也已經係今年第4年來看松節下節嘅生態變化嘅。呢個挑戰係做得第一講，呢個河壩嘅生態因為嗰個水搶漏垃圾，嘅河壩底部嘅嗰個生物冇共用，我哋嚟記錄留下來以後，安排講政府要想辦法去改善那個水嘅污染嘅問題。我哋做得有兩個資料做得比對講，那邊嘅個生物有變化咧，有可能有水有變強麼？做得有比較嘅資料。冇比就唔低，對松節到下節，等等水質嘅變化，生態咪檢查一點多。上游兩邊請到嗰個台灣原生種嘅。嗰個嗰度下工嗰度，按到下邊嘅水引到引垃圾咧，兩度都用現代嘅，下邊專門嗰個無鍋魚專門做呢啲垃圾水底部生存嘅，冇論嗰個荔烏，冇論嗰個乜嘅泰國梨，冇論嗰個枇杷樹，專門啲嘅垃圾水底部生發嘅嘅，所以呢，很明顯就看出來兩個生態嘅冇共用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定期来这边做关注？就是我们需要了解栖地的生态。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带大家关心这个河道、关心陆域以外，其实我们还有一组的工作人员在河川的上游去做物种的调查。那物种调查就是可以反映我们这个流域它的健康
渔火。参加上海眼镜水上活动的亲子也到，睇河坝乡欢喜的爬登山呢。喺水风高的过程当中，没发现呢水质的变化。那而且从事水活动当中呢，又可以去认识说，我们的河流从上面干净的水，到了下游怎么会变脏了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污水排到河里面来。我们希望呢，政府也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，那去改善它，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，可以享受这个大自然，在闹区当中可以享受这个水域活动。对啊，因为就有一点点味道，有一点点味道，所以就比较紧张。就我就很紧张，很怕那个水会碰到。对对。其实我们下游会发生的问题，其实就是我们家庭废水嘛，因为就开始过那个污水排水口那边，开始就水就不行。那如果要上来以后，大家除了分享爬山的趣味，自古没同大家讨论。蒸发的湖州水很用的，浅浅的同河坝水从湖州的，就是那个有污水区汇流的地方，就那个地方开始就味道就变重了，然后心情是怎样？就觉得啊，好可惜哦，对，不然的话就是很希望是可以一整条河流都是这么干净，然后一整条河流都可以开放，让更多人可以去亲近这个水。我们就希望大家认识说我们的周边的环境，我们可以好好去认识它，享受它。那大自然就是让人去生活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尤其是现在因为都市化非常严重，全部人住在都市里面水泥箱子里面，那没有机会亲近大自然。升一小段，一小段。连接船，往前推一点就可以。喺山的好英國，挨冇啲咧，挨唔好排，蒙小子，一上來山落電工，千好高，能擺，好我再過來。好玩，好玩。我刚刚看你就说我不要了，对我不要滑，好累，我不要滑，默契完全没有默契。可是你们在这边还撑了10分钟哎。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下次还来不来？来呀、好玩，谢谢。常常有经过，但是没有真的很认识这里，而且也没有办法相信说，这个居然可以下水，然后玩独木舟。以往都是独木舟都在海边，很多人要玩水的话是必须要到什么垦丁啊、后壁湖啊。然后你在台北市其实坐个捷运就可以过来可以玩水，有没有是一种很幸运的存在？我觉得是很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市民的资讯太少。真多来参加活动的民众，拢冇想到，喺台北市竟然有安江的河坝可以来搞水。应该说，在台北市呢，要找到有这种条件的水域，真的很难了。那其实，在更早以前，这个地方也是不能玩的。那应该有很多民代啦，大家对于大自然很喜欢的这些民众的争取，其实在这边玩是开放的地方，大家自己注意好安全，很多民众都会很想来。我们有在这边办活动，就是它是开放式的，那只是我们政府公务单位，他们可能怕，因为台湾人，可能玩水，我们这个没有注意到自己玩水该有的安全观念，那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会找我们很多公务啊、国赔什么的，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资讯其实很公开化的。不過，沒有人提出疑負講，台北市的河坝可以開放本民眾來搞水麼？前場冇明確嘅規範，爭議發通有合法麼？可不可以在台北市河川玩 SUP，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划独木舟？其实对于过路的民众来说，它是一个纯饮的，但是他们可能会有兴趣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要去哪边找到这些相关的资讯。有那條河坝可以搞水，相關的知識真見冇遇到，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下那度嘅資料，開放下那度嘅水域，
鼓励民眾多接近水、治水性，係也擺派屬係嚴謹法通，另外一個目的。不僅是政策方面，政府的政策方面，包括家庭教育，这个家长对小朋友也大部分都是不鼓励小朋友亲水的，所以造成说，好几代的台湾人都不谙水性，怕水。那你们的奖先拿上去，小心下来。台灣開放水域聯盟的理事長李元次就講，台灣的河壩青島其實正適合來推廣爬山的10日的水域發通。不過政府相關單位想強壓民眾因為高水去侵島，將開放水域看作係唔得的事情。我們常常會跟政府建議啦，有更多的民眾從事水域活動的話，反而能夠降低溺水率。每年夏天都會有一些溺水的事件發生，那政府就是有點便宜行事，有哪邊出事就哪邊就列為危險水域，就公告禁止，所以造成就是說能夠去的水域也是比較少啦。我們今天的這個現場就有這個現成的範例啦，比如說這個清水設施就是不夠。你看看後面那邊有階梯嘛，對不對？但是階梯卻被圍籬給圍住了，所以說基本上是不鼓勵民眾下到河裡面去。台灣開放水域聯盟咩愛考睇水控發通嘅人，其實要去評估落去水道度嘅條件、安全而其他負責，使唔得將所有嘅責任弄送本政府，也係其他嘅人。所謂安全意外是參與者自己的責任。這個不能怪政府說沒有管理好，因為你自己玩水，你救生衣沒帶，那是你的問題啊。那你不會游泳，你硬要下去玩，這個沒有辦法。我們成年人要自己負責，但是對於這個未成年想玩的，我們監護人要有一個管理的責任。台灣開放水域聯盟進一步講，危險係要預防嘅，應禁止電動或別島，好睇水控發通嘅人喺唔錯嘅時間行過地點去搞水，係那容易發生危險。我跟你講一個極端的例子，台東活水湖，它是台東縣農業局所管的，它現在呢8點管理人員上班，所以呢去游泳的人通通是6點、7點就去玩了。那管理員一來，他們就走了。我們在教小朋友過馬路的時候，一定是叫他過馬路前停看聽嘛。那我們不會說因為怕他過馬路被車撞，所以就永遠都關在家裡，這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式嘛。那水域其實也是一樣，我們應該要教我們下一代的國民，能夠有基本的這個水性。這個才是對於說，降低這個溺水發生率一個比較好的一種正面的做法啦。喺江嘅河壩後，有一群人上忙嘅睇爬山呢，也有人一個人落線呢睇爬山呢。黃永熙拖他呢個難得喺市中心有一條安靜嘅河壩，係講為到愛防意外，將河壩封起來，唔當好好嘅理由，一條河壩教大家用嘅安全嘅來搞水。這在鬧區當中有一條這麼美麗的河流，生態這麼豐富，你可以從事陸域的活動，也可以從事水域的活動。這個條件在台北市要找第二個地方是不太容易的，非常好的地方。大鵬拍發圖，黃永熙希望政府重視上海河壩水污染的問題，3萬嘅政策過後開放水域，將其打造成水控發圖示範的所在，安尼上海就會係都市河壩改善的好用嘅。